Hello， 大家好。最近几天降息的言论满天飞，很多人认为美国多家银行倒闭和瑞士信贷危机最终将迫使美联储不得不放弃加息，甚至还有的人认为美联储不但不会加息，今年还要大幅降息。今天欧洲央行完全无视这些影响，继续加息50个基点，以表明对抗高通胀的决心。这足以证明美联储停止加息的说法并不靠谱。下周美联储将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现在已经超过 80%。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虽然美国2月总体通胀率符合预期，但是核心通胀环比涨幅超过预期，达到5个月来的最高水平。2月份的核心通胀率环比上涨了 0.5%， 同比上涨 5.5%。 这表明在美联储为抑制高通胀努力了1年之后，通胀仍保持着强劲势头。美国人生活成本现在已经连续第23个月超过工资增长，因此美联储不得不继续加息抑制高通胀。加拿大房产经纪协会刚刚发布了2月份的市场数据，他们的数据显示，尽管自1月下旬央行宣布有条件加息，为房产市场复苏创造条件，但是2月份的房屋销量同比仍暴跌了 40%。 1月份的房屋销售量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月份的房屋销售量环比小幅仅增长了 2.3%， 新上市房屋数量环比下降了 7.9%。 房价从去年2月份的高点已经下跌了 18.9%。 2月份加拿大的平均房价为662437加元，远低于1年前的816578加元。房价指数同比下跌了 15.8%， 环比下跌了 1.1%， 这是自去年3月以来的最小跌幅。2月份销售于新上市的比率升至 58.4%， 虽然这是自去年4月以来市场最紧张的水平，但是仍接近 55.1% 的长期平均值。皇家银行最新的报告认为，从交易量的角度来看，房地产市场可能已经找到了立足点，因为近几个月来房屋销量急剧下滑的情况已经明显缓和。皇家银行认为，尽管很多市场已经接近底部，但是这并不会阻止房价下跌，大多数市场继续面临房价温和下跌的局面。卡尔加里是为数不多逆势上涨的城市，不过他们的房价指数也只是小幅上涨了 1.8%。皇家银行认为，虽然2月份全国综合房价指数连续第12个月下跌，但 1.1% 的跌幅与6个月 1.5% 的平均跌幅相比，下跌速度有所放缓。2月份供需状况收紧，可能预示着未来几个月房价下跌也将放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房价将在夏季或者是夏季之后不久触底。皇家银行的观点是，房屋销量将会稳定下来，前提是加拿大央行不再加息。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会让房地产多头失望，因为负担能力问题、经济疲软继续阻止买家进入市场，市场复苏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才会缓慢开始。如果经济能摆脱疲软，通胀回到目标水平，并且加拿大央行不再加息，随着大量新移民刺激房产需求，到2024年加拿大的房产市场才会逐步复苏。因为固定利率借款占到了抵押贷款的 70% 以上，央行加息影响仍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目前受到影响的主要是浮动利率借款人。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人的利息支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截至去年4季度，加拿大人支付的利息比1年前增长了 45%， 这是自1990年以来最快的增长记录。利息支付总额为332亿加元，环比增长了 14.1%。 利息上涨，房租却在持续下降。最新的全国租金报告显示，加拿大的平均租金自11月到达2024加元的峰值以来，现在已经连续第3个月下降。2月份公寓的平均挂牌租金降至1984加元。多伦多的租金在过去3个月中下跌了 0.9%。最近的租金下降主要是因为公寓竣工带来更多的新供应，以及高通胀导致租房负担能力下降。
从目前来看，加拿大央行暂停加息，给高杠杆投资者创造退出的机会，这个如意算盘可能打错了，他们的腾笼换鸟计划可能要扑空。一方面呢，高杠杆投资者并不认为加拿大央行只是有条件暂停加息，而是认为央行将不再加息，甚至今年还要降息。最近停止加息，市场复苏，今年降息的炒作不绝于耳。买房的人没相信，但是高杠杆投资者们相信了，所以他们咬紧牙关继续扛。我上个视频说过，这种情况完全在意料之中。另一方面，房产市场的牛市陷阱还没来得及挖好，美国就接二连三的银行倒闭事件，加上瑞银危机，现在接盘侠们根本无法心无旁骛安心接盘了。最近很多人在炒作抢 offer， 市场火爆，房价上涨的消息。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现在房产市场所谓的抢 offer 是怎么回事儿。只有低于市场价挂牌的人才有人抢 offer， 如果高价挂牌，可能连问的人都没有。而且即使低价挂牌，抢 offer 的人也不会像过去那样非理性加价，大多数人都是抱着抄底捡便宜的心态出价。因为利率仍然很高，购房者的购买力并没有提高，不但没有提高，甚至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因为加拿大央行未来仍可能继续加息，我仍然坚持认为加拿大央行6月份将恢复加息，大多数高杠杆投资者将错失离场机会。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